7月1号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香港特首就任的日子啊。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大日子。习近平呢也在当天赶到了香港啊。国际媒体呢也一直在关注香港的局势，而香港今年的特首换届也跟往届有所不同，因为这个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第一届特首的换届，李家超当选了香港的新一届的特首啊。那我看电视报道的时候呢，有几个信息呢，我们海外的华人比较关注啊。第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当时坐高铁抵达香港这个车站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现场欢迎啊。我看喊的那些口号基本上跟内地已经一模一样了，就是那个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旁边拉着那些标语什么之类的。你如果不看这个新闻的话，你仿佛感觉到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香港后来又紧接着搞了一台文艺晚会，然后有很多香港的那些明星参加这些文艺晚会，一起来欢唱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看起来呢，又跟我们国内的春晚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香港的那些歌星在唱这些歌曲。那么我今天呢就想就着这个机会呢来讲一讲香港，因为最近前几天关于香港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文件？中国呢，香港到底有没有改变有就是中国对香港的这个承诺50年不变到底有没有改变呢？这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因为早在17年的时候英国就指责中国对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进行了这个所谓的没有履约。而中国呢就非常强硬的反击就说什么呢？说你英国其实对这个香港在1997年之后，你既无主权又无治权，也没有监督权，所以你不要插手香港事务。那这个话呢，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英国在97年之后肯定是没有主权了，对于香港也没有治权了。那么监督权应该来说确实也没有。但是中英联合声明应该说不是一个历史文件。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实际上是没有结束日期的，而且它也是在联合国正式登记的有效率的法律文件。而且中国呢，在中英联合声明里头那些承诺本身也应该是有效的。所以呢，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历史文件英国不应该就这一份历史文件在香港问题上指手画脚。我个人觉得这话呢说的有点过，不太恰当。虽然说香港回归之后呢，香港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基于条约所约定的中国政府对香港的一些承诺，还是应该主动去履约。那么紧接着下面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香港从97年回归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就中国大陆的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这些承诺到底有没有改变？大家都知道97年在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对回归中国大陆实际上是有很多疑虑的。即便是当时中央政府承诺香港未来的政治制度50年保持不变，其实很多香港人也非常疑虑，所以才有了李嘉诚那个当时面对邓小平的时候那个著名的疑问，就是说这50年真的不会变吗？邓小平当时回答李嘉诚的时候说，50年保证不会变，马照跑，舞照跳，而且50年之后也不会变。应该说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跟英国政府之间还是相对是一个蜜月期，而且呢，这个跟香港之间也有一个蜜月期，所以邓小平当时讲的那些话，我自认为应该还算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从97年回归到现在仅仅25年，各位扪心自问一下那么当时中央政府对香港所做的这些承诺50年不变，到底有没有变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变了，而且变得并不小。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市民有权通过普选的方式选举自己的行政长官。那么25年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50年承诺期的一半已经过去了。那么香港的特首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吗？显然是不是
通过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而且选举委员会这个提名跟过去相比，不是越来越宽松了，而且是门槛越来越高了。过去还有竞争性选举，就是在这个选举委员会里头还有2名候选人共同来选举，但是到李家超这一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1个候选人，没有第2个候选人了。所以从特首选举角度来讲，他应该说离所谓的普选不是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那么一转眼，香港可能就会回归50年。那么50年，如果香港的特首都没有实行普选的话，那能够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市民这个所谓的特首选举，用这个所谓的普选的方式选举行政长官啊，履行承诺了吗？显然是没履行。这是第一点。第2点，最著名的就是2年前通过的这个国安法。大家都知道国安法的背景啊，是因为在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啊，香港有义务就香港的所谓的这个什么国家安全吧，制定一项法律啊。这一点应该说香港和大陆有共识。但是呢，香港对大陆之间呢，其实在如何进行23条立法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因为很多普通的香港居民呢，担心一旦是就23条立法呢，香港人视为特别珍贵的香港精神的这个言论自由啊，还有包括司法独立啊，就会荡然无存。所以有关23条立法在香港呢，其实一直争议了差不多有10几年的时间，最终也没有通过。那最终的结果呢，就导致了2019年啊，国安法在香港以这个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啊通过之后，放进了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但是这个附件3通过之后啊，应该说香港跟过去相比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啊，过去啊6·4每年大家香港都有游行，自从89年之后，每一年都有6·4的集会。但是国安法通过之后，6·4集会没有了。而且在香港，过去游行示威也是家常便饭。大家都知道，过去温家宝啊访问香港的时候，香港他在里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外面就有人抗议，还有人问温家宝你怎么看这些游行示威抗议中央政府的。那么现在你去看习近平访问香港，还有游行的吗？一个都没了。我前2天看一个消息啊，因为香港规定4个人算集会，4个人，所以有香港的组织啊，想用4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就不高于5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上街，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政治诉求吧。结果还没有上街呢，警察就到他们家门上去找他们了，说你小心啊，不要这么干啊，你有可能违反国安法啊。所以呢就没有了。所以你再看这次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时候，香港真是一片和谐社会啊，再也看不到过去街上那些反对力量上街集会游行的场面了。那这个到底是好事和坏事我们不说啊，首先是它改变了。就香港过去赖以自豪的一点啊，就是言论自由啊，这一点应该在香港的今天荡然无存了。因为啊，国安法中间那些条款啊，它非常模糊，就是到底什么算是颠覆政府政权、国家政权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你上街游行就有可能触发这个条款，触发这个条款就有可能把你抓起来。还有你比如说什么勾结外国势力啊，这些方式啊，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一个准确的标准，没有一个详细的准确标准。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跟外国人吃顿饭，很有可能就算是勾结外国势力。所以说当这些条款非常模糊的情况下啊，一般的老百姓就自动的噤若寒蝉了。所以香港的反对势力在国安法通过之后啊，基本都凋零了。我还记得香港当年有2个在反送中过程中间有2个比较有名的学生和年轻人啊，一个叫黄之锋，女的叫周婷。周婷呢在日本呢还挺有名的，因为她日语很好，所以日本人很喜欢她。结果被抓进去几个月之后放出来，你看从此呢也再也没有声音了。我其实倒是蛮理解这些人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法律框架下，在搞街头的政治反对运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同时呢自己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一点。第2点，司法独立有没有受影响啊？显然是啊，显然受影响了，对吧？因为国安法里规定啊，就是有极少数案件
就不再由香港的法律来管辖了，可以直接由大陆去拿到大陆去审理啊。那么到底哪些是极少数，我们不知道啊，也没有一个范围划定啊。而且就是涉及国安法的案件，香港可以由特首指定法官进行审理。大家都知道啊，司法独立要独立于什么？司法独立要独立于行政权力。那么独立于行政权力，你如果法官可以指定所谓的审理，如果你特首可以指定法官审理案件的话，怎么保证司法独立呢？尤其是有些反对案件，它针对的就是政府，它反对的就是政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法官他是独立于政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公正的审理这个案件。如果特首可以指定法官，你想一想，这个法官能够保证独立性吗？所以说，香港的司法独立啊，应该说现在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再加上你比如说国安法，那么国安法和基本法到底哪个大？国安法会不会凌驾于基本法之上呢？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看谁来解释国安法。如果香港可以自己解释国安法，那还好说一点啊，就是说香港的终审法院，它可以根据香港的司法体系去解释国安法，比如说就是勾结国外势力。那么到底什么算勾结，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下，它有它自己的定义。但是现在的国安法的最终解释权是全国人大，而不是香港的终审法院。这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遇到所有分歧性争议的时候，香港的法律是无能为力的，香港的司法体系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那香港的司法独立还有吗？肯定要受到非常大的伤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大家都知道，媒体这个行业在香港啊，过去是我们整个大中华地区啊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地方。那么但是你看国安法实施之后，苹果日报完蛋了，那个黎智英被抓起来之后，1年多的时间也没有被保释，就一直被关起来。这家报纸也销声匿迹了，也走进了历史。而且香港那些所谓的民间的报纸，民间的那些所谓的这个自媒体，民间的自媒体基本上全部都自己关闭了，言论自由也基本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国际社会有一个排名无国界组织有个排名新闻自由度，香港过去是全球排名第18，现在呢排名多少呢？排名第80。你想想这个数字掉落的速度那你说我们中英联合声明中间，中国政府承诺的香港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不变，是吧？那么那个制度基本保持不变，到底有没有信守承诺呢？我个人认为没有。有人说了香港既然回归了中国大陆，那就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中国政府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外国管不着。即便是我要把香港的基本法我给它废了，其实也是自家的事儿。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中国政府对于香港政府它可能只有道义责任，这50年不变，虽然只有道义责任，但是这种道义责任也事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任何国际条约我们只要签署了，哪怕是一种自我约束性的这样的一种承诺，这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应该去努力履行这些承诺。因为你要想让别人信任你，别人要长久的跟你去打交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你可以信守承诺。如果一个政府可以随便背弃自己曾经的承诺你想一想，未来别人在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何以处之呢？中国的国际形象又怎么能够在国际上这个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印象呢？香港问题本质上来讲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履行承诺这方面做得不好，国际社会就会认为中国政府不值得信任。大家都知道2年前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去台湾去观摩他们的大选，我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就是在很多集会的时候那里不仅仅有来自于台湾的民众，还有很多来自于香港的民众。他们当时呢
很害怕他们被认出来，都戴着黑口罩。因为当时疫情其实并没有啊，他们戴着黑口罩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怕被别人认出来。他们在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的造势晚会上打出那个横幅啊，台湾挺住，让台湾不要成为下一个香港。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过去香港这25年的历史证明了什么呢？中央政府的承诺呢，不值得信任。即便是他承诺你50年不变，他也会变。如果你台湾人贸然相信了大陆的政府的这样的某种承诺，你将来就会步香港的后尘。这个因素在上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过程中间，你说有没有影响？我认为影响很大。就是香港的遭遇激起了台湾人的非常大的警惕性，他们害怕成为下一个香港。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在香港问题上啊，没有信守自己的承诺，而这就是恶果。早些年呢，我们其实在憧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过程中间，曾经讲过，大中华地区啊，其实有3个资源：香港的法治、台湾的民主以及新加坡的行政治理，是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过程中间的3个重要的资源。如果中国大陆啊能够吸取这大中华地区啊这3个华人地区的这些资源呢，那么中国在未来民主宪政的过程中间呢，其实会前景非常光明。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了20多年，大家可以看到啊，香港的法治已经沦陷了，台湾的民主呢，从某种角度来讲呢，朝不保夕了。那大陆那个新加坡的行政治理呢，大陆也没学会多少。所以啊，扶今易昔啊，当年的80年代的那些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的预期啊，从某种角度来讲都破碎了，都破灭了。虽然历史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是螺旋式上升啊，也许再过50年，再过100年，很多后人在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经历只不过是历史折冲反复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香港人、台湾人，也包括我们大陆人，可能要格外承受历史赋予我们的这种代价。很多香港人都在陆陆续续的移民，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赵立坚说，中国来去自由。但是想想，那么多优秀的香港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到英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包括国内很多优秀的中国人都陆陆续续移民到国外，这对中国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也希望啊，那些当政者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